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水洋洋实验室。今天我们说说如何煮出一锅可以媲美专业寿司店的完美米饭。不管你是用电饭煲还是普通的汤锅，按照我们提供的精确指南，都能做出非常满意的效果。尝上一口这样粒粒分明、闪耀的诱人珠光，入口软糯，细细咀嚼，芳香甜美，同时又充满弹性的米饭，会让你充满幸福感，不由得会感慨：哎，早点知道就好了。先来说说米。米的种类很容易从颗粒形状上判别，颗粒比较短的是梗米，口感相对软糯，而且富有粘性。中国北方和江南以及日本、韩国出产的米都属于这类。颗粒比较长的是鲜米，口感更硬一些。华南、东南亚出产的米都属于这一类。比较典型的就是这里展示的茉莉香米。今天我们主要说说梗米饭的制作，至于鲜米饭，稍后我们会另做一个视频。即便都是梗米，品种和产地不同，做出来的米饭也是天壤之别。比如同样都是月光米，澳洲产的就明显比不上日本产的。所以完美米饭的第一步就是要用自己能买到的最好的米。点石成金，化平淡为神奇，在煮饭这件事上是不存在的。一碗米饭当中将近60%的重量是水，所以煮饭用水的品质也非常重要。大多数地方的自来水硬度偏高，含有过多的矿物质。我们来做一个实验，右边茶杯用的是煮沸的自来水，左边茶杯用的是煮沸的过滤水。自来水泡的茶颜色发黑，喝起来口感比较涩；过滤水泡的茶的颜色要浅得多，而且口感柔和。所以除非当地的自来水水质极其优异，煮饭尽量要用过滤之后的水。接下来问题就是，煮饭时米和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？你去网上一查，答案可以说五花八门，有的说是1:1，有的说1比1.2到1.4，还有的说1比1.1，当然还有更不靠谱的，说是加水加到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处就好。可是很多人左手和右手的手指都不一样长呢，更不用说不同人之间以及锅子之间的差异了。其实这个问题最权威的答案不是来自 Google， 也不是美国的 Rice University， 更不是小布什的国务卿，而是来自东芝 Toshiba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东芝是电饭煲的鼻祖，就是这家公司在1955年推出了第一只全自动电饭煲。所有的电饭煲都会配备一只量杯，这只量杯的容积是 180.39 毫升。为什么是这么古怪的数字？因为这就是日本传统容积单位一盒的容量。一盒梗米的重量大约是150克。早年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成年人一顿饭所需的米。我们在电饭煲里加入3杯米，总重大约是450克，将厨房秤清零，然后加水加到厂家指定的刻度。厨房秤的读数是675克，也就是说电饭煲鼻祖认为完美米饭米和水的重量比应该是1比1.5，那是东芝的一家之言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试试另外一家电饭煲大厂虎牌的产品。3杯米加水加到刻度还是675克，也就是说这个1比1.5的重量比例是电饭煲行业的共识。当然米的品种产地不同，每个人对米饭口感软硬的偏好也不一样，可以在这个1比1.5的基础上进行微调。要做微调，首先必须精确计量，比如量米的时候必须把杯口刮平。另外用电子厨房秤比量杯要准确得多，所以平时我们煮饭的时候就是称重，不用量杯。关于水和米的比例，大家有什么独门绝技，欢迎在评论栏分享。今天我们将介绍2种煮饭方式，用普通的汤锅以及电饭煲。煮一锅完美的米饭并不需要什么昂贵高级的锅子，几百美元的法国铸铁锅可以，经济实惠的超市锅子也没问题，关键锅底要厚一些，避免局部过热导致糊底。今天我们用的是一只20厘米宜家不锈钢锅。用普通锅子煮饭有4个步骤：第一，淘洗；第二，浸泡；第三，加热；第四，冷却。在锅里加入450克米，然后加入适量冷水，迅速搅拌几下，让所有的米粒浸湿，然后把水倒掉。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，打磨米粒。现在我们需要请梅超风老师指导一下，因为这里用到的就是标准的9阴白骨爪的手法。
就这样，掌心向下在锅里迅速搅动，让米粒彼此之间摩擦碰撞，借此去除米粒表面浮动松散的淀粉。经过这样处理，做出来的米饭晶莹剔透，也不会再有异味。3杯米大概需要搅动大约60到100下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自行决定。毕竟练好了这个，将来还能行走江湖。接下来把米漂洗干净，直到锅里的水清澈见底为止。早年老一辈淘米就是这个样。最近几十年，不断有半吊子科学家跳出来说，这样淘米会损失大量营养成分，主要是 B 族维生素。实际上，白米中维生素含量极低，就算你完全不洗，每天也要吃上1700克大米才能满足每日需求。另外一方面，小麦面粉和肉类中 B 族维生素的含量要高很多很多，所以完全不必纠结这一点点损失。接着把洗净的米倒进漏篮中，静置30分钟，这便是煮饭的第2个环节。虽然名曰浸泡，实际上并没有把米浸没在水中，而是让附着在米粒表面的水分渐渐渗入米粒内部，这样可以缩短烹调时间，同时又不至于把米粒泡软，让米饭失去应有的口感。过了30分钟，米粒吸收水分之后，从半透明变成乳白色。咱们进入第3个步骤，加热。把锅子放在厨房秤上，将读数清零，把米倒进锅里。大家看，米粒吸收了水分之后，总重从450克增加到500多克。这个数字每次都会有所变动，不过这不重要。按照之前确定的比例，450克米要搭配 1.5 倍，也就是675克水。那么水和米的总重将是1125克。这里我们只需在锅里加入过滤水，把重量补足到1125克，这样就可以确保每次煮饭水和米的比例一模一样，完全不受淘米过程的影响。把锅子放在炉灶上，盖上锅盖，用中高火加热，开始计时。大约6分钟后，锅内开始冒泡，冒泡区域很快扩散到整个锅底，泡沫越来越多。等到这些泡沫即将溢出的时候，就试着转动锅盖，尽量不让泡沫溢出。等到实在挡不住的时候，就把炉灶火力降到小火，大火加热的时间应该在7分30秒左右。炉灶火力降低后，泡沫会渐渐散去，锅里的米粒已经开始吸水膨胀。米饭表面留有许多火山口一样的通道，这些通道对于米饭均匀受热非常重要，可以让水汽顺利从锅底上升到表面，确保整锅米饭火候一致。煮饭的锅子最好能配玻璃锅盖，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锅里的状况。转小火之后，加热时间为15分钟。如果之前的中高火加热时间少于7分30秒，就要相应延长小火加热时间，否则就相应缩短。总之，中高火和小火加热的总时长应该在22分30秒左右。15分钟时间一到，关闭炉火焖10分钟。大家看，珠光闪闪的米饭已经出具雏形。不过别着急，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冷却步骤，这个环节做不好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掀开锅盖，用米饭铲顺着锅壁伸下去，不断翻动米饭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释放其中多余的水汽，否则这些水汽会让米饭变得软塌塌的，缺乏口感。跟面条和饺子一样，热腾腾的米粒遇到冷空气会急速收缩，让米粒表面闪耀着光泽，而且口感充满弹性。用扇子可以加速空气流动，效果会更好。如果忽略冷却环节，一方面多余的水汽会破坏口感，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尽快把温度降下来，米饭中的芳香物质也会在高温下变质，即便是新米也会散发出陈米的味道。是不是觉得很麻烦？没办法，要想煮出一锅完美的米饭，就是要确保每个环节准确无误。要想省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电饭煲。用电饭煲煮饭有3个步骤：淘米、加热和冷却。跟普通锅子相比，少了一个浸泡环节。有些观点认为电饭煲依然需要浸泡，不过我自己做过一些比较，发现浸泡30分钟对米饭口感影响几乎等于0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能省则省。还是一样的450克米，用水快速冲洗一下，把水倒掉，可以直接在电饭煲的内锅内进行打磨。如果你对自己的电饭煲非常满意，计划自己在100年之后留给媳妇或者女婿，那么也可以另选一个容器。毕竟长时间使用内锅淘米的确会划伤不粘涂层。一样是9阴白骨爪的手法，打磨60到100下之后漂洗干净。然后尽量把淘米的水倒掉，放回厨房秤，倒入过滤水，直到米和水的总重达到1125克，也就是确保米和水的重量比是1:1.5。把内锅放回电饭煲，
盖上盖子，启动煮饭程序。剩下的事情就是等了。利用这段时间，不妨看看我们频道的其他视频，写点评论吹捧一下什么的。时间一到，大多数电饭煲会直接转入保温程序。按照我个人的观点，电饭煲的保温功能是最坑人的。如果米饭煮得恰到好处，室温下直接吃一样非常好吃，比如日式的饭团或者寿司。但是如果你忘了关闭保温程序，那么只需短短的30分钟，一锅本来清香宜人的米饭就开始散发出陈米的气息。岳武穆在《满江红》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感慨：一锅米饭云和月，30分钟变尘土。所以电饭煲加热程序完成后，在5到10分钟内必须打开盖子进行冷却。用饭铲沿着锅壁伸下去，不断翻动米饭，这样做的目的是释放其中多余的水汽。如果用扇子帮助降温，效果会更好。一边翻动米饭，一边你就能看到米粒上渐渐开始闪烁着珠光。这时候几乎没有谁能够忍住诱惑，赶紧拿一只碗盛上一碗尝一尝吧。轻轻挑起一团米饭，放入口中，咀嚼2-3下，转瞬之间你就会觉得那些号称米饭杀手的香辣下饭菜是多么可笑。品尝的时候最好有家人站在身边，不然没他们拦着，你会把一锅米饭都吃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稍后我会把这个视频发给 Rice University， 看看他们能不能送给我一个博士学位。